继英国航母进入南海后，德国军舰也要来，还要到上海。没等中国有所反应，就被媒体爆出公然与美日作对。德国真学乖了。日前有消息报道，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计划从威廉港启程前往亚洲，这是德国20年来首次派军舰进入亚洲。根据德国媒体表示，该护卫舰将展开为期超过半年的海上巡航，访问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日本、越南、印度等国家。值得一提，这艘载有240名官兵，当前已经准备好应对各种情况，其中就包括可能来自中国军舰尾随以及战斗机低空靠近的威胁。对此，这不禁令外界疑惑：难不成继英国海军时隔多年亚洲地区事务后，德国也坐不住了，打算在该地区展示一下军事存在？此前，英国航母打击战斗群进入南海，一度引发外界的热议。在不顾中方多次警告下，仗着有美国的撑腰，大摇大摆闯入中国的地盘，造成该海域局势加速紧张。虽说中方早已对此有所准备，解放军派出山东舰将英国航母驱离至菲律宾海，但英国航母此举摆明了是铁了心要跟中国对抗到底。如今德国军舰也要来，当真不怕惹怒解放军。有趣的是，这一次还没等到我国有所反应，美日等国家倒是先不满了。不少媒体扬言这是公然与他们作对。据悉，相比英国航母的直接闯入，德国方面此次不仅强调护卫舰会无害地通过南海，还呼吁希望能得到中方允许该军舰访问。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为保持与中方对话管道通畅，德国政府以及外交部希望护卫舰能停靠在上海港。德国《明镜周刊》对此表示，德国想树立榜样，与中国友好来往。事实上，早在2018年，美国及其盟友国就多次希望德国能够派出军舰到亚洲刷存在感，用这种拉帮结伙的方式威慑中国。然而，时隔3年，德国确实派出军舰了，但却不是施压威慑，反而强调起了中德两国的经贸关系和两国之间的广阔合作发展前景。或许外界部分人会不相信德国此举是冲着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来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选择在此时强调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得罪美日等国是肯定的。因此，相比另有目的，德国这次或真的学乖了。就如相关专家所言，磕头认怂才是上策。不过话说回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未来必定会有更多的国家想方设法地做出类似的行动。在中国面前秀存在感，自然也就会有敌对，会有友好。比如英国和法国就是2种对华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中国都不能放松警惕。至于这次德国想访华，中方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在分析看来，关于是否接受德国军舰访问请求，或许要等到中国看到德国政府的外交态度之后。中东再燃战火，伊朗刚给中国带来好消息，第2天，美国、以色列、英国枪口对准伊朗，俄罗斯态度出人意料。近段时间，美国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似乎要在中东战略收缩，但事实证明，美国是不会轻易就走的。伊朗极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据美国 CNN 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以色列航运巨头埃亚勒奥所属的莫瑟捷号在阿曼附近海域遭到无人机袭击，随后美国海军护送其到安全地区。然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色列外长拉皮德第一时间就指责此次袭击来自伊朗，呼吁世界站起来反抗伊朗。同时，美国国务部匿名官员也称，袭击莫斯号的无人机系伊朗操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肯定是伊朗发动袭击。此外，英国外交部也指责伊朗发动袭击，并威胁伊朗要为其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在面对美国、英国、以色列的指控，伊朗外交部回应，策划油轮袭击是无稽之谈，如果英美采取行动，将迅速给予反击。分析称，美国、欧盟、以色列每次都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开始高调炒作并指责伊朗。目前伊朗内外环境不稳，不大可能节外生枝，故意惹大麻烦。无论这次袭击事件幕后黑手是谁不重要，随便一件洗衣粉事件都能成为打开别国大门的借口。这次美以英都没有详查，直接叫阵，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当美以英枪口对准伊朗的时候，俄罗斯态度没料到。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哈伊尔乌里扬诺夫却也跟着指责伊朗正越来越背离最初伊朗协议规定应该承担的义务，这样伊朗的制裁只会更难解除。其实这个观点是直接给伊朗定罪了，并且对美国存在幻想。伊朗如果妥协，美国只会得寸进尺；伊朗如果反击，美国只会加大制裁。美国的话可信吗？事实上，美国开始在中东进入守势，此消彼长，势必会加强伊朗在中东地位，这是以色列不能坐视的结果。而且美国再次干预，
似乎是因为伊朗也触到美国的逆鳞，和中国有关。就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新开设一个石油港口，该港口不远就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样伊朗原油就能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经过该港口运抵瓜达尔港，再经过管道输入中国。伊朗不仅能避开美国的海上围剿，也能省下我们能源进口的成本。而中国和伊朗石油交易都是用人民币结算，会一定程度打击美元石油体系。同时，美国让伊朗石油零出口的阴谋也会失败，中东极有可能会再起战火。以牙还牙，俄罗斯率先发起制裁，美大使馆被迫罢工。关键时刻，中国紧跟出招，拜登迎来2张王炸。担忧的事要发生。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基今日对国际局势发表的看法，声称美国在疫情期间的糟糕表现，让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而这清楚地证明了现在的美国已经失去了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事实上，不只是俄罗斯方面这么认为，此前法国总统以及德国总理就接连对外表示，为了欧洲的安全与未来，欧盟是时候靠自己了。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同时，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由此可见，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清美国在不断衰落的事实。对此，外界纷纷猜测，美国这么多年来塑造的敌人，谁会是第一个以牙还牙？不料话音刚落，就有消息报道，俄罗斯率先反击了。美国驻俄大使馆被曝严重缺乏人手，难以维持日常的工作进程，将于8月1号正式停止提供全面领事服务。据悉，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是俄罗斯几个月前下达的一则禁令，其内容是禁止美国大使馆雇佣俄罗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另一方面，俄罗斯还对美国赴俄使团的人数进行了限制。而这也就意味着，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现在除了每天要干自己的工作以外，还要干一些工作之外的事情，比如清洁卫生等。一向自视甚高的美国官员怎么可能会去做？很快，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便陷入瘫痪，被迫停工。值得一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呼吁，希望能跟俄罗斯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可预测且稳定的外交关系。不难看出，布林肯是在向俄罗斯低头。可普京会被这3言2语的好话忽悠吗？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现在的美国怕是磕头也没有用了。正当美国绞尽脑汁想如何缓和美俄关系之际，中国大礼也已经准备好了。目前，超过2000万名中国网友签署了要求世卫组织彻查美国德特里克堡是否藏有生化病毒，逼美国给全球人民一个详细的答复。美国此前为了甩锅给中国，可没少进行污蔑抹黑。现在中国这一举动，相当于彻底把美国推向绝境，除非给出答复，中国绝不罢休。中俄一同出招，朝美国扔2张王炸，难不成如外界所言，誓死要美国的命？拜登最担忧的事情，怕是要发生了。中俄2个大国联手反击，美国再也跑不掉。如今的世界不再是美国能胡作非为的了，不管是甩锅蒙混过关，还是糊弄了事，都已经行不通。美国终究会为自己的罪过买单。中俄已经打响了反美的第1枪，接下来第2枪、第3枪还远吗？这些年来被美国欺压的国家，又是否能忍得住不开枪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仅在过去1天内，世界接连发生事关国际局势的3件大事，都和中国有莫大联系。美国倒下，谁都别好过。第1件，英国航母打击群刚驶离南海，德国就宣布也要派军舰来南海。1号，英国皇家海军宣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已经穿过吕宋海峡，进入菲律宾海。这次英舰没有做出任何挑衅动作，悄悄地走了。为何这么老实？有卫星图和照片显示，山东舰携带2艘05大驱出动，同时解放军还展开了多次实弹射击。此外，台媒还称，在进入南海时，解放军军舰一直全程尾随监控，英舰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而这也震慑到了德国。之前德国曾多次表示，也要来南海自由巡航，直接点名是为了挑衅中国。而在8月2号，德国却表示，为了和中国保持沟通，希望德国军舰通过南海后能够访问中国。在看到解放军如此严阵以待后，德国还没来就已经怂了一大半。第2件事，8月2号，俄罗斯罕见谴责伊朗。在29号，以色列航运巨头的油轮在阿曼海域附近遭到无人机袭击，在还未调查的情况下，美国、以色列和英国一口咬定是伊朗在背后操控这起袭击事件。很难说这是否又是一起洗衣粉事件。该注意的是，在袭击发生前1天，伊朗宣布新开设一个石油港口，直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达瓜达尔港，最终经由管道抵达中国。这不仅能避开美国海上围剿，还能大程度影响美元石油体系。但值得玩味的是，俄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哈伊尔乌里扬诺夫却指责伊朗正越来越背离最初伊朗协议规定应该承担的义务，相当于直接给伊朗定罪。
第三件事，美政府零关门。截止到今年6月，美国国债已经超过28.5万亿美元。8月1号，美国再次面临债务上限危机，而美国国会预计财政部只有现金能支撑政府运营到10月初，美国将面临实质性债务违约风险，届时将被迫关门。而现实是，美债已经没人接盘了，甚至很多美债持有大国纷纷抛售美债，只有美国自己接盘，这样会导致美国继续推高通胀，这就是个死循环。印钞不过是在续命罢了。这段时间，美国多次找中国通话谈判，就是为了找中国接盘，中国出口商品别涨价，稳定国际物价，多买美债等。这3件事之所以说会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首先是英法德接连到印太地区，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欧洲军事重心也开始跟着美国转移印太。其次，美国、英国、以色列再次狼狈为奸，中东是否会再燃战火还是个未知数。最后，美国一旦走投无路，必将在全球金融上又掀起风暴。这些事背后都和美国有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美国倒下了，谁都不会好过。我们也要做到防患于未然。